第47章，最后的决定。我赶到国际酒店的时候，差不多下午5点了。因为时间太紧张，所以我见到了彭洪波，开门见山的道：“彭总，你们这个招商会开的不行，这样，你把代理商拖住，我今天回一趟深圳，明天清早过来，我们重新来过。别的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一点，我来安排这个招商会，肯定比你们现在要好得多。”彭洪波本来很沮丧，一听我这话，立马来了精神，他握住我的手道：“老弟，哥哥就是吃了没读书的亏，这一次我们部署这个招商会搞得不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老哥我心里心急如焚，你老弟肯帮我真是太好了。”他问我为什么今天要回去，我跟他讲说我们现在有个行业网站的名额，今天我过来就是找他搞这个事情的。我道：“彭老哥，行业网站是个什么概念您知道吗？这个概念就是您作为黄金锁业的老板，可以专门做一个中国锁具网，这个网站做起来以后，全国各地的锁具品牌的推广推荐都可以纳入到行业网站中来，我们的代理商，我们的装修公司，甚至是普通个人都能够通过行业网站来搜索各类的锁具产品。老哥，你掌控了行业网站，黄金锁业的原子锁，你还怕搞不火吗？”我一说这个概念，彭洪波就愣住了，很显然他被我行业网站的思路给惊呆了。他可以搞一个中国锁业网，那岂不是可以把全国的锁具企业都一网打尽？我看他这神情便知道他心动了，立马道：“目前全国范围内还只有我们提供这样的服务，而且只有我们深圳公司提供这样的服务。我们计划是一个行业只要一个网站，你彭老哥雄心勃勃，想把我们黄金锁业的牌子打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机会，所以我才匆匆的从深圳赶过来跟你讲这个机会。”彭洪波道：“老弟，这的确是个好机会，你给我斟酌一下，干脆这样，你今天也住国际酒店，明天看能不能定。”我说绝对不行，要定就立刻马上定，我在8点之前要赶回深圳公司。彭洪波脸色变幻不定，他盯着我道：“老弟，你们这个行业网站要投资多少钱？”我说我们也是尝试和推广阶段，所以是折上折的价格，一口价7万块，保证把架构搭建起来，保证行业网站能够正常运转，设计和后期维护都是顶级水平。我跟他讲，行业网站未来肯定会存在竞争，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得到这种机会，机会来了就不要错过，错过了肯定就不会再来。老彭没有说话，他一个人回到了套房的里间。我抬手看了看表，差不多5点20了。我想不管什么情况，我5点40必须走，不能再等了。5点35，我道：“彭老哥，我等不了了，我先回深圳，后续有什么问题咱们电话联系。但是行业网站的事情就只谈到这里，后续我们不再讨论类似的话题。”我说完拎着包就准备走，老彭在里面喊了一声：“等一下，老弟！”彭洪波从里面走出来，双手捧着一摞100元大钞，他一沓一沓的把钱放在茶几上，不多不少正好7沓。他把这些钱放在我面前，道：“老弟，这是7万，这个行业网站我要做。”我的心脏砰砰的跳，我把钱收到业务包里面，看了一下手表，道：“今天合同都签不了了，我给你开个收据，明天我们过来补合同。小顾，我们马上走，晚上8点之前无论如何要赶到深圳福田。”彭洪波过来握着我的手，道：“老弟，这一次你一定要再帮老哥一次，老哥这一次大意了，没有想到招商会这么艰难，我们招商会如果突破不了，今天公司可能出现亏损，一旦亏损，财务吃紧了，之前我们的很多设想可能都实现不了了。”我点点头道：“你负责拖着他们，明天等我过来。”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其实没有一点底，但是现在也顾不得了。我现在第一件事是要回深圳参加业务总结会和华南大区的精英交流会，从珠海出发走高速，可能恰好会赶上深圳的晚高峰，所以时间已经非常紧张了，容不得我有片刻的耽误。我上车之后拿出手机，想给马从敬发一条信息，但是想了一下又忍住了，每一次都是马从敬折腾我，拿捏我，今天我要反其道而为之，我也要让马从敬出点汗。我算了一下时间，这个时候深圳公司的业务员应该陆续回公司了，而同样是这个时间，来自于华南各个市的商务精英们也应该启程在奔赴深圳。业绩进入了倒计时，我看到深圳公司实时的业绩榜上第1名是孙红英，她的业绩达到了惊人的10万08千，这个女人今天又干了一张大单，的确是够凶残。还有温小兵的业绩达到了8万，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的实力也相当的惊人。昨天我对这样的业绩高山仰止，内心觉得无比的绝望，但是同样的数字，我此时此刻看在眼中，内心只有无比的舒坦和愉悦，因为这2个数字都被我踩在了脚下。我之前有5万的业绩，加上现在手提代理的7万块钱，我的总业绩12万，破了自己的记录，同时也再破了深圳公司的业绩记录。深圳公司的3个新部门中，6部和7部一个部门的业绩都没有破12万，而我一个人就干到了。想到这一点，我心里还是非常自豪的。最后还有一个数字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广州和深圳公司的总业绩，这2个数字非常的接近，
广州公司130万出头一点，深圳公司129万多，这两个数字还在变化中。我在100公里之外都能想象这个时候周光华是什么样的表情。滴滴，手机震动，我一看电话，赫然正是周光华打过来的。我接听，周光华道：陈斌，你在哪里？我故意把情绪搞得十分低迷，道：周总，我在珠海回来的路上。周光华直接把电话挂断了，显然他放弃了我，他不愿意跟我多说一句话，因为那可能会耽误他下一个电话。隔着电话，我都能感受到周光华的慌张。